2026年 ，MUJI 宣布喺法國、泰國同埋越南開設大型嘅旗艦店，正式重新展開全球擴張策略。但係你又知唔知道呢間日本品牌曾經喺海外市場發展得唔係好理想，甚至一度陷入經營危機啦？究竟點解 MUJI 會再次向世界出發？今集同大家講下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財經細語。無印良品 MUJI 啦，喺上年10月宣布公司最快喺今年秋季啦，喺法國巴黎開設一間鋪面接近2000平方米嘅旗艦店，係歐洲其中一間規模最大嘅 MUJI 門市。同時喺今年喺泰國嘅曼谷同埋越南嘅胡志明市分別開設接近3300平方米同埋3000平方米嘅大型旗艦店。由歐洲去到東南亞足以見到MUJI重新加快全球擴張嘅步伐。如果開店計劃係反映公司對未來充滿信心，咁業績同埋股價就反映咗市場點樣睇 MUJI 啦。MUJI 近年睇嘅海外業務持續改善，咁母公司良品計劃對前景亦都越嚟越樂觀。喺今年7月公布嘅頭3季嘅業績裏面集團再次上調2026財政年度嘅營業收入同埋盈利預測。消息公布咗之後公司嘅股價一度急升近2成。截至到今年5月底，MUJI 已經喺全球開設超過1400間嘅門市啦。當中超過一半係位於海外市場。公司銷售超過7000種嘅商品，涵蓋住服飾、家具、生活用品同埋食物等等嘅範疇。不過見到今日嘅 MUJI 相信好多人未必會記得佢曾經經歷過呢一段低潮。喺1980年誕生嘅無印良品最初係日本西友超市旗下一個嘅自家品牌，以銷售食品同埋生活用品起家。咁到咗1989年公司正式獨立出嚟，成立咗良品計劃株式會社。喺2年之後，即係1991年開始進軍海外市場，逐漸以 MUJI 呢一個作為國際市場統一使用嘅品牌名稱。而且喺英國倫敦開設第一間嘅海外分店。無印良品呢一個名稱源自於日文嘅無印良品嘅直譯嘅意思，就係無品牌標誌嘅優質商品。佢強調回歸素材本身、合理價格以及係簡單實用嘅設計理念，甚至係刻意淡化品牌嘅標誌。最終無品牌反而成為品牌嘅最鮮明嘅標誌。憑住呢套嘅理念，MUJI逐漸喺日本建立起知名度。隨住品牌影響力擴大，MUJI陸續拓展海外香港同埋新加坡嘅市場。不過其實隨住公司急速擴張喺2000年嘅前後無印良品嘅母公司良品計劃就錄得巨額嘅虧損，一度陷入經營嘅危機。之後良品計劃重新整頓業務同埋大力拓展喺中國同埋台灣市場。喺唔少嘅消費者眼中，MUJI代表嘅係簡約嘅設計同埋一種簡單嘅生活。不過同一套理念喺亞洲市場成功，但係就唔能夠複製喺歐洲市場啦。喺2024年，MUJI 嘅歐洲部門正式進入咗破產保護程序，並且展開財務重組。事實上喺2020年至到2021年期間，MUJI 英國業務已經累積咗1500萬英鎊嘅巨額虧損㗎啦。究竟嘅問題出咗喺邊度呢？有分析就認為MUJI 喺歐洲遇見嘅挑戰未必係因為產品本身，而係因為市場環境消費習慣同埋品牌定位出現落差有關。當時歐洲嘅消費者仍然傾向追求鮮明嘅品牌形象，而 MUJI 主張嘅簡約低調理念同當時嘅市場嘅潮流存在一定嘅距離。與此同時當時瑞典家居品牌IKEA 已經建立咗一套北歐生活方式嘅市場定位，而日本嘅生活文化喺歐洲仍然未普及。
再加上咧物流成本高昂啦，令 Muji 咧要面對咧更激烈嘅競爭同埋更大嘅挑戰。所以咧 Muji 希望推廣嘅生活理念啦，喺當時嘅歐洲市場咧未必咧容易被理解。不過咧呢個咧唔係 Muji 嘅結局，喺2024年啦財務重組之後啦，再重新出發。但 Muji 咧唔單止喺巴黎啦，仲計劃啦喺下年啦喺倫敦嘅牛津街開設旗艦店，而喺未來嘅5年啦，會喺德國嘅柏林同慕尼黑，喺意大利嘅米蘭、西班牙嘅巴塞隆納同埋馬德里等等啦，至少7個歐洲主要城市拓展，同埋咧會重新咧加強翻品牌喺歐洲嘅網上銷售。究竟係咩原因咧令到 Muji 咧再次得到咧歐洲市場嘅關注啦？答案就係世界變咗。其實喺過去幾集嘅財經細語裏面啦，無論係講到咧 Uniqlo 喺歐洲市場咧嘅急速發展啦，或者係 Jenny Cats 咧嗰個嘅公仔熱潮，以至咧係講到咧 LVMH 嘅銷售策略改變，其實咧都係反映住咗同一個趨勢，就係咧過去20幾年啦，全球嘅消費文化咧亦開始慢慢咁改變，越嚟越多人咧反思咧過度消費而追求咧 less but better 嘅生活方式，作至咧生活質素同埋精神健康。喺疫情之後啦，居家生活啦亦都成為日常。與此同時啦，日本文化啦透過動漫啦、電影啦、旅遊同埋社交媒體啦走向世界。Muji 所代表嘅簡單同埋平靜嘅生活理念啦，亦都慢慢啦開始得到更多人認同。唔少人啦都會將 Muji 啦同埋另一個嘅日本品牌 Uniqlo 啦放埋一齊比較。不過咧，其實兩間公司咧其實走緊咧係唔同嘅路線。對 Uniqlo 嚟講啦，服飾咧係核心嘅產品，但係咧對 Muji 嚟講啦，服飾咧只係整個品牌理念嘅其中一部分。根據咧 Muji 公布嘅資料顯示啦，服飾收入咧只係佔咧整體收入嘅大約30%幾，咁而家具咧同埋生活用品咧先至係公司咧最大嘅收入來源。咁即係話咧 Muji 經營嘅範圍咧其實咧遠遠超出一般人印象中嘅服裝品牌。雖然咧 Muji 一直以嚟咧所堅持嘅理念咧冇變到，但係咧佢哋喺新時代之下咧，亦都開始慢慢咁改變自己嘅經營方式。例如開始以更本地化嘅方式，根據唔同國家嘅文化同埋消費習慣調整商品組合同埋經營策略。早前 Muji 歐洲區管理層接受一個國際時尚雜誌媒體時講到，中國同日本市場逐漸已經成熟，對 Muji 嚟講，歐洲同埋美國將會係未來最具增長潛力嘅市場。佢指出，過去歐洲門市售賣嘅產品種類相對有限，以即將開幕嘅巴黎旗艦店為例，除咗服裝之外，仲會加入護膚品、食品、旅行用品同埋家具，甚至設有餐廳，希望為顧客帶嚟更完整嘅品牌體驗。而呢一套嘅模式啦，未來亦會逐步推展到全球唔同地區。文章亦都提到 Muji 計劃喺未來5年將巴黎同埋倫敦嘅銷售額提升至而家嘅3倍，透過升級旗艦店同埋擴建而家嘅門市，進一步擴展歐洲市場。20年前咧 Muji 嘗試將日本嘅生活文化帶到歐洲。20年之後啦 ，Muji 所代表嘅生活哲學啦，亦都慢慢開始得到更加多人認同。呢一次咧 Muji 重新向世界出發，唔單止咧係因為世界改變咗，亦都係因為 Muji 自己本身保留翻核心價值，同時亦都唔將日本嘅模式複製到全世界，慢慢以一種更加貼近全球市場嘅方式去經營自己嘅品牌。佢嘅故事可以俾正在努力適應緊逆境嘅我哋嘅一個啟示。有時候我哋以為自己走錯路，但係回頭其實再睇，可能只係當時時間未到。當世界改變咗嘅時候，曾經未被理解嘅價值亦都會重新被看見。好啦，今集先講到呢度。歡迎大家中意條片可以撳 like 啦，咁亦都歡迎大家支持我哋啦，可以 buy me coffee 請我哋飲杯咖啡，咁個 QR code就放喺影片裏面。先多謝大家支持。頭先講到歡迎大家撳 like 啦、comment 同 share、subscribe 我哋黎米細語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哋嘅IG。我哋今集時間差唔多，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見面。